Hello， 大家好，我这个飞度报废视频发完之后啊，这个各个平台的网友们，这个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老庄下一台买什么车，这不就来了吗？就是它，又是一台飞度（括号大版的 Honda Freed），也就是飞度的这个 MPV 版啊。其实我在看车和那个买车交易过程中都拍了一些视频啊，本来还想要不要这个单独做一期节目，就叫老庄买车，但是为什么没做呢？我觉得就是，毕竟这个上一台07年的 JDM Fit 奠定了我这个机油保养区博主的这个位置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不修点什么，不整点什么的话，干做一个视频，大家可能也觉得挺无聊的吧。我先带大家简单看一下啊，简单看一下。2010年13万公里，这个车是本地 Facebook Marketplace 上的一台车啊，车主也是一个华人朋友。然后呢，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车网上图片的时候呢，这个反正没有那么震撼啊，因为这个看起来呢就也还行，因为它网上标的这处的剐蹭是很明显的，对。然后他当时还拍了一个就是门框的掉漆，其实其他的他也没拍啊。当我看到这个车实车的时候呢，我还是被这个车的车况震惊了。如果说13万公里是实表的话，这肯定是我见过13万公里里面车况最差的车。看这个雨刷掉漆了，对吧？然后这个灯不用说了，15年基本上已经污了，而且看样子这个灯好像之前还抛过。然后呢，进来之后呢，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面板是我上午已经擦过了，包括这个 A 柱上面的这个塑料我已经清理过了。但是呢，大家可以看这个座椅啊，这个座椅包括这儿，对吧？然后大家再看这个磨损，这个挡把，这个挡把磨损，对吧？然后方向盘看这儿，包括这块。这个灯，这个我已经大概吸一下了啊，大家看看这个边儿，对吧？然后这个地毯，看这脏的，看一下表啊，看到了吧？13万8千公里。为什么说实表呢？因为我在网上找到了这个车的这个拍卖的是在网站 BeForward 上面拍的一台车，那个车上面的那些记录，包括那些验车单啊。然后呢，这个车单侧滑动门啊，左侧电话门，右侧是手动的。看一下这边啊，就看着导轨啊，看这里头油腻。这个后排差不多就这样。看后备箱啊，这个应该是个东京的车啊，就说得通了。它公里数高，但是估计堵车。看。这个作为一个 MPV 版呢，其实个6座版，后面2个座，这2个座折起来了。然后呢，你看我这里头乱七八糟的东西，后备箱就肯定比 Fit 大，但是这2个座位呢，我觉得我大概率可能会给它拆掉。我有塞纳，我也不会用这个车坐这么多人，对吧？看一下这顶棚，这脏的。这个人原来这个车也就是又拉人又拉货啊，还是脏的。我觉得如果我不看了这个车的一些 paperwork 的保养记录啊，包括一些文件佐证啊，我说这车26万公里我也信啊，但呢，我宁愿相信它是一个13万公里的车。然后接下来我觉得这个车的主要的这个拍摄呢，肯定是这个清理的这个清洁的视频。然后上午我已经大概清洁了一下啊，这方向盘反正是包浆的清出来，然后 dashboard 上面还是有点脏。我买了这个 Chemical Guide 的这个Nonsense， 第一次用，还行。然后之前一直用的是 Toto， 又买了一瓶 Toto， 还不错啊。这2个东西，Toto 是什么都能清洁，然后 Nonsense 呢，就是这种 dashboard 配合这种毛刷还是比较好用的，但这个还是得继续刷，因为这个15年的老灰啊。带大家看一下机舱啊。机舱没什么，这根线是他们改的日行灯，这个空气滤芯呢，我已经换过了啊。今天我实在是受不了了。然后这里面我贴一张图啊，给大家看一下之前这个东西有多脏啊，该说不说还得说啊。我来了加拿大以后，自己买了，这是第3辆二手车，接触了得有个5、6辆二手车啊。我先默认他们必须得换机油，那么除了强制换机油以外，他们除了机油以外真的什么都不换。空气滤芯就是
无论多脏肯定是不换的，对吧？那东西就算加币20块钱，他也不给你换。然后空调滤芯更不用提，绝对不给你换。我觉得，所以这个无奸不商嘛，对吧？所有这个车贩子都是，毕竟还是车贩子，对吧？能省一分是一分。但是我必须得吐槽啊，这个太差劲了。这个车的空气滤芯已经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就是。换完之后呢，就是飞度啊，就是飞度，完全一样，就是跟那个2代飞度的 GE 完全同平台，所以这个保养配件都是通用的。说小插曲儿，因为昨天我还在淘宝上不是有卖这个香港和澳门有很多这个 Freed 和包括 Stepwagon 就是这种6座的有这些配件保养配件卖，然后我就问了一个卖家。然后我说这个跟那个 GE 的2代飞度通不通用？有一个卖家说不通用，然后我就纳闷啊，然后我就又问了一个卖家，然后那个卖家就是告我通用。然后为了这个证明它确实通用呢，我就上了那个配件网站啊，就是我上次之前飞度推荐过的那配件网站，然后查了一下零件号，完全是通用的。所以这个保养配件机油滤芯、空气滤芯、空调滤芯跟这个我的飞度完全通用啊，所以我之前还有两套。就可以继续用。然后说了一大堆废话呢，今天这个视频为什么又拍了呢？就是还是得给大家整点活啊。怎么整什么活呢？来，我来给大家看看啊。把灯打开啊。蓝牙等待连接。灯是开的，这个看到了吗？这边灯是亮的，这边灯是不亮的。所以呢，这个又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验车的时候呢，白天的时候最好也把灯打开看一眼啊。我呢就是没开灯，还是不够有经验。然后网上查了一下啊，这个车原厂的是 HID 的，就是氙气灯，叫 D2R， 零件号我也给大家贴一下啊，就在这儿，就这个后面灯罩。然后我已经买到了这配件 ，Amazon 好像全下来不到20吧，应该是就是 Made in China。灯呢最好是换一对啊，要不然这个亮度可能不均匀，所以就是也都是一对一对卖的，所以就先换那个。这个换这个灯泡，除了需要灯泡之外，还需要什么？还需要一个这个东西啊，这个硅脂润滑硅脂啊，它可以换火花塞啊、线束润滑呀，包括这个灯泡什么的。还是先把手套戴上，然后这个手表得摘了，因为它这个空间特别狭小啊，就是。我就这单手操作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这个灯罩呢，就是现在很好拧是吧？大家看，拧1/4圈，然后就出来了，对吧？好，就是这么个玩意儿。然后你看啊，就是这个硅脂就抹在这胶圈这儿，如果你不抹的话，就会非常难拧。这个灯呢，就是这个后面这个是灯座啊，灯座也是拧1/4圈。然后就下来了，看，就是这么个东西。对，然后呢，再往后是这上面有个铁丝卡扣啊，我不知道现在能不能看见啊，两边一边一个，看到了吗？就是这种铁丝的卡扣，掰下来之后，这个灯就可以拿出来了。对，就是这么个东西。这个应该是它已经烧糊了。看看这个新的和旧的对比一下啊。这个灯型号分为 D2S 和 D2R， 它主要看那个灯有没有那个反光透镜啊，就是有没有反光杯。对，然后具体的那个 D2S 和 D2R 如果有兴趣，大家可以研究一下啊。我是看不出来哪个地方坏了或怎么着。好，装上试一下。然后说装的时候是这个丝朝下啊。我已经把它放进去了，看到了吗？有点拧上，好了，拧上了。我们现在先不用盖盖，我们现在先试一下，见证奇迹的时刻。有点紧张。好，成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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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目测色温有点差别啊，所以我要把那边的也换下来。正好拆这边的时候是我第一次拆，所以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第一次拆的话，它就比较难拧。这边好拧啊，这一拧就下来了。我原来那边主驾驶那边巨难拧，
你知道我的为什么不能戴手表吧 ？Apple Watch 之前刮的很多都是这个干的。好，然后呢，对吧？拆都拆了，擦一擦。OK， 这时候呢，我们就使用一下这个，为了下次，虽然不希望它再坏啊，就给它抹点这个润滑脂。下来了，然后是这个卡扣。OK， 对，这个是好的啊，我留着备用。这个白的冲下啊，比想象中的好装。OK， 好，再试一下啊。有很多人说这个网上是换灯把那个电瓶的负极断开啊，肯定是安全啊，我懒得断了。大家别学我啊，尽量还是断一下。开灯，成功。OK， 可以。好，现在就是把这个盖儿给它盖过去就行了。OK， 丝滑，抹了硅胶之后就是很丝滑。OK， 这边。OK， 好了，进来了。OK， 搞定。还有啊，你看这边接的日行灯，我必须吐槽一下这线，你看这线，然后你看这线，看见了吗？就这么着，就在外头。哎，这些车上真的是能过检就随便弄。OK。回到车里了啊！我跟大家讲讲为什么我要买这个车啊。2010年的这个飞度的小弟，飞度的变种 Free 的呢，就是这样。我从国内回来之后呢，那个王老师还在继续上学，那我其实一台车还是不够的。这时候呢，你知道就有事情很巧啊，就是我的一个邻居，也是我的好大哥，他有一台2010年的这个 Honda Stepwagon， 8月份的时候还是7月份的时候啊，他追尾了，他追了别人，就是对方呢是一辆特斯拉，已经走完保险理赔，然后呢他的车呢因为有这个车损，然后他呢就是想去修车，结果呢，这个好巧不巧，这个。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也去了跟我同一家的那家修理那个 body shop， 然后呢，那个大哥呢，就直接就说你这车我们也修不了，肯定就偷了，他们就直接报 ICBC 偷，然后也是等了大概得有1个多月啊，在这等这期间我们不就回来了吗？他在这中间他就买了一辆2016年的4驱版顶配塞纳，所以他 Stepwagon 他就不开了，然后我们回来之后，王老师正好没车开，这台 Stepwagon 就跑到王老师手里了，所以其实这1个月。王老师在开那辆 Stepwagon， 那台车其实撞得非常轻，这个左前大灯的一个小角，中网的一个小角，还有就是保险杠，在短时间内，这2起事故跟我发生那么近，都偷了，就让我意识到，在加拿大玩 JDM 只要有事故，基本就是偷。最后那台车呢，在前几天 ICBC 终于跟他说了，给他赔了7100。说实话，其实我本来有考虑，要么就买他那台 Stepwagon， 这样的话呢，首先这台车我们开了1个月，我对车况非常了解，对吧？然后我们也不用再去找车了，而且这个朋友之间交易也很方便。但是我经过考虑，为什么没买那台车呢？首先是因为，我的这台塞纳我是目前是没有想法去把它卖掉的，所以如果再来一台 Stepwagon 的话，那台车还是有点太重合了。就是那个 Stepwagon 其实非常好用，也是我之前的一个 dream car。这段时间我也想单独给他，在他送走之前给他拍一个视频啊，但是呢，我觉得就是也没有什么。单独开一期视频的必要，我就直接在这个视频里跟大家聊一聊。那台车呢是这个本田的 K20A 的这个发动机，在北美是没有的，因为北美的雅阁2.4和3.5没有2.0的机器，配一个 CVT， 也是属于2代 CVT 啊。那个我还有这个帮我这大哥换变速箱油的视频 footage 在这里面啊，就是他当时买回来之后，这个变速箱有点异响，然后而且他看那个变速箱油液啊，就是那个齿好像油液非常低，所以当时我就帮他换的变速箱油，我作为场外指导啊，包括告诉他去买什么样的油，然后怎么换，然后当时就是录了一点 footage。
我开的话，我觉得那个车非常好开，就是非常轻快。然后就是因为我们其实也不满载，就是我三口人，然后它那个后备箱也3排座是正常也就放下去的，空间非常大。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感觉用起来比塞纳还要大。为什么？因为它的地台非常低。而且这就是从2010年的改款后的这个 Stepwagon， 就是 RK1，它改了一个，它把这个后排的座椅原来是像这个 Free 的一样是可以往外折叠的，它后面改到翻到地台下面去了，所以它后备箱也是像奥德赛一样，就空间非常大。而且它的车因为是比较瘦嘛，又高，所以它的车内空间高度是有1.3米的。为什么我可以坚决的说是有1.3米呢？因为呵呵现在已经1.3米了，他在塞纳里面已经站不起来了，他去年还可以，但是他在这个 Stepwagon 里面是可以站起来的，所以我就说这个还是挺好用的，就是你能感受到这种日系的这种 minivan 的这种就是设计的感觉啊，所以我对这台车整个开起来什么都很好，没有什么要吐槽的点。然后它的配置呢是有无钥匙进入，然后还有个 DVD， 就是本田的这个车机啊，就是跟我这个应该是一样的啊，我得吐槽一下，就是它是 CD，DVD。还可以读碟是 MP3， 然后它还有个硬盘，然后它这个硬盘的操作逻辑是十分的，它是不能往里拷歌的，它是你把碟放进去之后呢，它是把这个就是在你播放的同时把这个碟给你录到这个硬盘里面的，是这么一个逻辑。然后它没有蓝牙，然后于是我现在用了一个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已经淘汰了很久的这么一个东西，就是一个 FM 的这个发射器啊。对，就反正凑合呗，听点评书什么，听点朋友们这种就 OK 了，就这样。唯一的一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他给我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这个车有时候等红绿灯的时候会熄火，然后他说可能是节气门脏了。然后我一开始没在乎啊，我自己开的时候熄过1次。后来王老师开去上学的时候，他说他一天因为堵车要熄个3、4次。然后呢，我就在想这是为什么？然后我就问了 ChatGPT 啊，其实 ChatGPT 呢从网上搜到了一些这个其他网友反馈的通病啊，然后我大概看了一眼，其实就是主要集中在进气方面，发现呢把这个模式放到 Eco 上面，它呢就会减少它的这个熄火的次数，所以我是更加觉得这个应该是 Eco 应该就是控制节气门的反应嘛，所以我就觉得还是跟进气有关。然后那天呢，正好我就去想换一下这个空气滤芯，因为当时这个空气滤芯呢北美是没有卖的，然后我这个大哥是从淘宝买的，对，就是不得不说我们万能淘宝，因为国内是有香港和澳门的右舵车，所以像 Freed 啊、Stepwagon 啊，包括什么 Alpha 什么这些，就是淘宝其实都有卖的，因为就是供着香港和澳门客户。对，那天我换的时候呢，我就摸了一下那根管子，我去，不摸还好，一摸就是那管子，就是那个应该叫进气软管，对，它就是等于是在空滤后面那段过了空气流量计和在这个节气门中间那段裂了个大口子，然后我后来又跟 ChatGPT 聊天， ChatGPT 给我说的确实，他给我从网上搜的信息，第一条就是一个日本的网友这个毛病，就是熄火啊，就是等红绿灯起步熄火。我就开始在淘宝找配件嘛，其实配件我都已经找到了，这个配件其实是200人民币，对，然后那个我当时都在想怎么样去跟这个就是找朋友带回来啊，因为正好有朋友在国内说可以给带回来，因为想到这个车要去 Total 嘛，要报废，所以我如果要是给他弄回来了，我觉得我这个配件装上之后，我不是也浪费了吗？后来还麻烦朋友，对，我又搜了一下可不可以用大力胶这个东西，你知道吗？然后结果就 Reddit 上面搜到了这个，就是真的有网友啊，不过是美国的网友，他们在他们的 Ram， 就是反正一些美国车上用大力胶把这个软管给贴上，太狠了。然后我和王老师一商量就这么干。这个因为它那个管吧还是挺靠后的，然后我的手就挺笨的，也不好伸。这个就王老师，我跟你说，动手能力绝对牛逼。就这个事儿还是王老师干的啊，就是我们先缠了一层 3M 的这个绝缘电工胶布，因为那个还是密封性会更好一点嘛，对吧？哎，小兔子，哎，能看到兔子。就是在缠完这个 3M 电工胶布之后，然后我们又缠了一圈这个大力胶啊，这个太牛了，这个真感谢大力胶。这个摄影的好帮手，生活好帮手啊，就是解决了问题。后来我们查完之后去试车，绝对牛，没问题，开到现在都没再熄过火，特别好。然后我觉得关于这台 Stepwagon 呢，
就是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方式去聊它，所以就把它插在这儿。而且它最主要的给我的感觉也是这个大立交修车的这段，就是我还得吐槽一下，我开过这么多台二手车，年限也挺多的，也可能是我的样本数还没有够多，所以我没有遇到任何一台进气软管裂开的。包括我大众其实换过那么多配件，我的进气软管是没有漏气的，就是大众什么3通水管会烂，但是进气的管子没事儿。这个本田我搜了一下，反正好像思域也有这个问题，就是也会烂管子，就是这个配件还是有一些，对吧？供应商上面，对吧？这个品质什么的 ，Stepwagon 就这样就过去了。然后为什么我没有选择 Stepwagon 呢？其实，保险公司给他7100块钱，如果我给我朋友这个大哥7100，我们是可以把这台车拿回来的。就是如果论车况，其实他那台车是比我现在这台 Freed 要好的总体车况，除了他那台车多了3万公里的里程，但是它的这个内饰、外观、漆面各方面其实都比我这台车好。但是我为什么没选择 Stepwagon？ 因为就是还是我刚才说，就是它是也太大了。如果要是把这个塞纳卖了，那我其实是可以留着那台车的，对吧？但是我觉得塞纳我是不会动的，然后所以我就没有考虑那台车。然后还有就是我已经开了这1个月，我也对，就是你知道吗？这个 Dream 已经实现了，我觉得好像也差不多，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再试试别的？但是我们这个预算有限啊，就是在这个赔了7000块钱这个预算里面，那能买的车相当有限啊。这个 Facebook Market 也是天天看。然后呢，我想要么再买台飞度吧，然后再买台飞度，我们就去了这个华人圈子里最大的这个 JDM 的一个车商，这个具体名字就不提了。然后他呢，就是当时是我去他店里去看了飞度，他当时那个飞度都停在别的地方，就是你可能在他网上好几十台20多台飞度嘛，然后你就选一台之后，他就给你开过来去看了以后，当时那台车这配置非常高。我先看了一个黑色的这个运动版，就是等于1.5的运动版，然后那个车还带什么拨片什么那个16寸胎什么乱七八糟的，然后对，然后还有一台是金色的一个特别版，那个金色的是带座椅加热，你敢想吗？就是飞度带座椅加热的，然后还有无钥匙进入，对。你知道吗？就是买车有的时候就需要那种冲动啊，就是一瞬间你就是想买那种感觉。但是你有个车，你就看了半天，你感觉它也不是不好，但是就是你就没法激起你那种要下手的那种冲动。对，后面我们就回来商量一下，就这个事儿又搁置了。结果他后来就前几天他搞了一个飞度的这个特卖啊。就为什么特卖呢？就是他那些飞度都是，据他所说，那些飞度都是当时和他拼那个埃尔法的拼那个集装箱柜子的时候一起来的。他当时发广告就是20多台飞度停在那儿，然后就是你先到先得，然后7299加税，都是这价。然后你来了你就选啊，不分什么车况，就是你选的可能我看它上面有一个19000公里的，还有4、5万、7、8万都有。反正你先到，你可以就选19000公里的，反正你拿开走那种。然后那天我就犹豫要不要去啊，因为我也怕我冲动，万一一冲动就下手了怎么办？那天早上我和王老师去了那个 Costco， 去完之后 Costco 就正好呢在他那个旁边，然后我们就一早就去了。他是正常11点开始，我们10点多就到了。到了之后就是那个是个园区嘛，然后开门我就在那儿看，一会儿他们他们有一个员工其实就来了，就他们那公司的，然后就开始聊，就看了半天，反正就价格就是基本上就加完税之后是8100。我和王老师当时其实有点，我能看出来，王老师其实有点想把这事结束，就想掏钱了，就觉得这好像也行，就是意思砍价8000块钱能不能出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好像还是哪儿不太对劲啊，就是这台就飞度啊，就是我找他看了2次这飞度都没下手，这已经是破了我现在买二手车记录了。就我好像买二手车都特别快，从来没有说就这么长时间不下手的。对，这个就很奇怪啊，所以我现在就说这个买车啊，就是还是得有这个冲动啊，就是你的第一感觉很重要。然后呢，就是我其实这个时候我已经在 Facebook 上看了，就是Freed 的这个车啊，我其实一直在看。我其实理想是买一个4驱版的，就是1.5的5AT，因为4驱版的是配5AT嘛，这样大家就不会担心它这个 CVT 爆嘛，对吧？但是那个 Freed 这个车太少了，然后就网上其实一直有一台挂着就13万公里的，就这台车。然后包括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儿，我之前买那台飞度的那小哥，我第一次搜Freed的时候，我是搜到他发了一台，结果那个车没几天就没了。当时那个车好像是16万公里，一直以为我买这台车的人跟他是朋友，你知道吗？
后来我就这哥们儿看车，看车之后，其实怎么说呢？这个车一看就特别糙，就是第一感觉就是这个车它标7680，我记得是，然后就这个车啊，就是7000块钱绝对没人要，就太可怕了，就是这么烂的车况，就是拿回来完全不收拾的，这个我已经很久没见过了，就是我觉得，对，就是收拾过度的。是很正常，对吧？就是翻新的，但是完全不收拾的又是一种极端。就这个车，就烂到什么程度？然后我当时当天看了一下，他当时跟我说这个车他最低就是6300给我，然后当时我就说了一个价，我说6000块钱，我觉得我心里价。他说啊，那6300，我说那我回去考虑考虑。然后回来之后我就上网搜了一下这个车的车架号，然后结果就在 BeForward 上面搜到了这个车的这个原始的拍卖记录。他们那个因为这哥们说他是一个朋友卖给他的啊，他这个朋友估计就是在这上面拍的，价格不知道，因为那个上面没有成交价，但是我看到了这个车的那个评分，就是拍卖的评分，包括什么运输的那个单子，我把这贴着大家看一眼啊。它是3分，它那个评级是2分最低的 R 和2分，它那个是 rebuild 或者是那个事故车，然后3分就是除了结构受损以外最差的车，就是整个车就一塌糊涂啊。当时我试驾了一下，我觉得开起来发动机变速箱至少我开着没有什么问题。然后至于这个外观成色，就是漆面我肯定是不在乎，就觉得还好，没有凹陷，都是一些剐蹭。然后内饰脏呢也能清出来，对吧？然后这个发动机，这个当时我当时看着这个车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车就像一个20万公里的车，对吧？20万公里往上的车就磨到这种程度。所以后面看到这个车后面贴着东京啊，如果是东京的也合理，就是它虽然13万，但是东京可能比较堵车，它在车里的时间比较长。然后我回来之后，我和王老师就商量，我说这个车怎么弄？他说那你就跟他说吧，那个反正你也挺喜欢的，对我其实挺喜欢的，就是我是对飞度这个车型的感情，我在上一集已经聊了。那包括我的朋友上次买了那个飞度的 Airwave， 就是飞度的旅行版，1代飞度旅行版。然后我就觉得 Freed 又是一个飞度的变种，我就挺想尝试一下的，对，而且我又是一个这个 minivan 爱好者，对吧？这个最小型的 minivan 我也得试试吧。然后我就觉得那就这样，毛老师说你跟他问问6000能不能成交啊？后来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就说如果6000可以卖，那我就要，对。结果他说他考虑一下，第二天下着雨，中午的时候快到中午，他就跟我说，他说那还是卖给你吧。对吧？昨天聊得也挺好，确实我跟这哥们聊得也挺好的。然后我们就约到1点钟，在我家旁边的这个 ICBC 就过户，下着雨，然后现金6000块钱，对，然后交税啊、保险什么的，反正就这个车现在就到我这儿了。然后怎么说呢？就是我开了2天啊，然后也稍微做了一些工作，就是我还没换机油啊，就是我开了2天，我先了解一下这个车，然后我先大概清洁了一下，因为实在太脏了。然后我接下来我会做深度清洁，就是我会把座位都拆下来，然后包括地毯都要重新清洗，然后包括顶棚大家看到那么脏，然后我觉得内饰呢，其实我今天上午把前面这块的一些细节抠了抠，对。漆面的话我可能不会动，然后换一个机油肯定要换，然后变速箱油我看了一下颜色还行，但是我也会换，因为我觉得我可能至少得开一段时间吧，不管我开多久吧，开1年或者怎么着，然后我给下家也好说，对吧？就刹车油我也想换，因为我看刹车油颜色也不太好，然后正好我还没换过刹车油，所以接下来我会给这台车拍一些可能清洁的视频，对。然后如果还有什么这台车的一些使用心得什么的，我再跟大家分享。所以今天大概就是这样，这个借着我换灯泡这个事儿，毕竟维修保养区博主，对吧？你这干聊一个买车就有点无聊，所以这个换灯泡这个事儿，然后跟大家交代一下我这个到底换了什么车，对吧？然后接下来这个要干什么，对吧？就是维修保养区博主继续回来上线。把这个车从里到外收拾，然后也体验一下。所以呢，这就是今天的视频。我们接下来就期待着和这台车还有更多的故事给大家呈现。拜拜。